有缘人，你听说过活了800岁的人吗？此人一生娶了49个妻子，生了54个孩子，甚至把妻儿都熬死了。这个人就是彭祖，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人。他的秘诀是什么？《史记》中记载称彭祖真名彭坑，他是颛顼帝的玄孙。民间有很多人说彭祖活了800多岁，是因为彭祖所在的年代纪年方式和现在不同。那么跟彭祖同时代的人，怎么都没有听说这么长寿的呢？根据彭祖所处的年代，那使用的是壬戌历，传戌历一直沿用至汉初，也同样是1年365天，和现在的农历在天数上并无区别。所以纪年方式并不是彭祖800岁来由的原因。不管怎样，彭祖是以善于养生和长寿闻名的。据《史记》中记载，炀帝在位时，由于长期指挥治理洪水，积劳成疾，卧床不起。彭祖见状，便按照家族的秘方熬制了一锅野鸡汤，尧帝服过之后，精神大振。从此每日必食，虽然日理万机，却百病不生。荀子修身中记载扁善之度，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，以修身自明则配尧禹。意思是说，论治气养身当属彭祖，以修身闻名则是尧帝和大禹。据《神仙传》中记载，彭祖因朝末年已有767岁，而容颜不衰老。传说彭祖是个遗腹子，3岁时就失去母亲，遇到战乱，流落至西域100多年。彭祖年少时喜欢清静，不理凡尘俗事，不追求名利，对物质也没有什么要求，只把养生和修身作为最重要的事。商王听说了彭祖的事迹之后，很想得到他的长生之术，就将他封为大夫。但彭祖并不怎么待见他，经常称病在家，不参与朝政。彭祖精通补益导引之类的养生术，长冲、水桂、云母粉、鹿角散等，容颜保持得很年轻。彭祖心性又很沉稳，一直都不说自己有道术，也不会做些神神叨叨的事，看起来就和普通人无异。偶尔一个人出游，人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如果有人跟着他，一会就不见了。出门也是不怎么坐马车，有时候出去几十天上100天，不带路费也不带干粮。回家之后也并没有什么异常。商王亲自去询问彭祖养生的方法，彭祖却不肯告诉他，于是就送给他很多财宝，他收下来都用来帮助那些贫苦的老百姓，自己却一点都不留。当时有一个叫才女的人，年少时就学过道术，懂一些养生的方法，270岁了，看起来还像50-60岁。商王就把他供养在朝廷之中，并为他建造了高大气派的阁楼。因王见官职和金银财宝都收买不了彭祖，于是就派这个才女去向彭祖询问成仙之道。才女拜见彭祖，向他请教养生之道。彭祖见他也是个修道之人，并对他说，道想要得到成仙，深入天界，需要炼成金丹，这是元君太一之所以能白日飞升成仙的原因。但这是最高的道术，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。其次就是要爱惜养护好精神，服用草药也可以做到长寿，但是这不能做到驱使鬼神凌空飞行。
如果不知道房中养生的方法，即使是服用药物也没有用。关于怎么调养阴阳，可以去推断体会，不能用言语去表达清楚。彭祖非常谦虚地又说，我见识浅薄，不够资格宣传大道。大渊山上有一个叫青金先生的，传说有1000多岁了，面貌看起来就像是青少年，一天能走500多里路，能1年都不吃东西，也能一天吃9顿饭，他才是可以问道的人。才女又问，青金先生是哪种仙人呢？彭祖说到，青金先生是得道的人，不是仙人。真正的仙人可以乘龙驾云，上天下海，可以变化成鸟兽，即使出现在人间，人们也认不出。有的还可以隐身，这些仙人喜欢住在幽静偏僻的地方，不与世俗之人交往。彭祖说，神仙有什么好的呢？虽然这些仙人有不死的寿命，却没有人的情感和世俗的欢乐，失去了人的本性，没有做人的乐趣，多以我愚钝的想法。我不希望变成这样的人。人入道修行，就应当享受世间美味，穿着舒适好看的衣服，体会人间冷暖，老婆孩子热炕头的，多好呀！只要自己骨骼强壮，保养容颜，年老而不色衰，不断的延长寿命，好好的活着，永久的待在人间，多好呀！风寒暑湿都不能侵害身体，鬼神精怪也不敢来犯，悲喜都不挂于心，这才是最好的修行。可见彭祖还是一个务实主义，主张好好的享受人生，提高精神和生活品质。彭祖所追求的就是人仙的境界。彭祖又对才女说，人受天地之气而生，即使不知道一些养生的方式，但只要做到恰当养生，一般也能活到120岁。如果没能活那么长，就是自己损害了生命。就像现在很多人得病，就是因为生活作息不健康，情绪问题严重所导致的，没有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。那么稍微再懂点养生之道的呢，就可以活到240岁，再多懂一点，就可以活到480岁。要是完全明白了养生的道理呀，就可以做到不死，但是还不能成仙。可见长寿和成仙是两回事，养生长寿的道理呀，只要做到不伤害自己的生命就行。顺应四时的变化，保持身体舒适，也可以有适当的情感生活，休闲娱乐，这样就不会产生欲念的困扰，让心情保持顺畅，有基本的物质做基础，知道满足，自然就没有其他的欲求了。听听优美的音乐，欣赏美丽的事物，让视听愉悦身心，这样就可以疏导身心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健康的生活作息，身心愉悦，修身养性，知道满足。可是因为世人的贪欲，往往就会过度享乐放纵，所以彭祖说，如果不能把握这个度的话，就会招致疾病，身体自然就无法长寿了。古代的智者就是修的大道，超凡脱俗，无我境界的人。再往上更高的境界，就是真人神人了。这些智者担心无知之辈不知道事物的规律，导致于过度放纵声色，纵欲过度，所以就从源头上断绝了这些养生的方法，才会出现了禁欲的说法。彭祖认为，能对欲望进行合理的节制和疏导，就不会减低寿命，还能获得好处。但人的欲念过度，就会造成危害，
人如果能遵循天地之道，阴阳相合，也可以和天地一样长久。彭祖又对才女说，像吐纳术、导引术以及含引手型的一些修炼方法有1700多条，还有自我反省悔过、起床睡觉分早晚的方法，都是用来教出学者的，是用来端正身心的。另外，大多数修行人苦于受到太多世俗事物的纠缠，很少能离世修行，就算把大道交给了他，最终也不能实行，这就违背了传导人的本意。但是如果可以在节制思想念虑，调理好饮食，修养心性，也可以得到。才女把彭祖的养生要领都学会了，回去把它教授给了殷商王。殷商王试了之后觉得很有效果，但是殷商王为了不让其他人知道彭祖的养生之术，于是颁布命令，将国内有传播彭祖养生之术的人一律杀掉。既然藏身之术也到手了，彭祖也就没有什么用了。为了断绝他的道术传播，就想连彭祖也一起杀掉。但是彭祖知道了之后，就悄悄地逃走了，从此不知所踪。殷商王用了彭祖的养生术，也活到了300岁。但后来因为得到一个正室美女，纵欲过度而死。这就是《神仙传》中记载的彭祖事迹。史实记载中的彭祖在历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，孔子对他推崇备至，庄子、荀子、吕不韦等先秦思想家都有关于他的言论。庄子更是认为他是道家导引养行的代表人物，所以彭祖无疑是一个擅长养生、长生之术的得道高人。他并不主张做那种无欲无求的神仙，而是主张人要好好养护自己的生命，好好享受生活，但是不可以过度放纵自己的欲望和追求物质的享受，要知道满足、修身养性，做一个健康长寿的凡人。彭祖的养生之道成为后世养生学说的基础，中医学中的许多观点也与彭祖的理念不谋而合。到了现代，彭祖依然受人尊崇，很多养生书籍和节目都会提到彭祖的智慧。他的思想跨越了1000年，依然在指导着人们的生活。彭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长寿不是目的，真正的养生之道是让生命绽放光彩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这才是彭祖留给我们的珍贵礼物。有缘人，感谢收看本视频，希望对你有所启发。若觉得有帮助，请点赞支持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别忘了订阅，更多精彩等你。我们下期再会，愿你修行之路畅通无阻。